在北美洲的五大湖区，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片令全世界震惊的史前工业遗址，数千座矿坑密密麻麻地铺展在密西根州的基威诺半岛和苏必略湖中的皇家岛上。这些矿坑最深达10米，里面散落着成千上万颗带凹槽的石锤，地面上到处是篝火烧灼的痕迹。而从这些矿坑中被挖走的东西，是一种纯度高达 99% 以上的天然铜矿，估算总量超过50万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可能高达75万吨。50万吨铜是什么概念？打个比方，一辆普通家用轿车大约重 1.5 吨，50万吨就相当于33万辆汽车的重量。如果把它铸成一根铜柱，直径1米的话，可以从地球一直伸到国际太空站的轨道上，这相当于一座现代中型铜矿的全部产能。可问题在于，这一切发生的时间距今约9500年到3000年前。换言之，在人类刚从石器时代蹒跚起步的时候，在古埃及还要再过数千年才能堆起第一块金字塔基石的时候，在中国的先民们还在黄河边烧陶罐的时候，北美洲的某群人就已经在进行国家规模的重工业采矿了。这究竟是谁干的？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最可怕的是，挖出来的50万吨铜在北美洲的考古记录中几乎找不到，那些铜去了哪里？有人说这些铜被运去了大西洋彼岸，供给了青铜时代的地中海文明。有人说这里就是柏拉图笔下那座失落之城的遗迹。有人说这就是亚特兰蒂斯。那么真相到底如何？科学家们挖了100多年，挖出了什么？让我们一层一层剥开。故事要从1848年说起。那一年，密西根州基威诺半岛的现代矿工们在开采铜矿时，忽然挖到了一个古老的矿坑，里面有一块重达6吨的纯铜巨石被放置在橡木滑轨上，旁边散落着古老的木楔和石锤。那些橡木已经饱含水分，但结构完好，木头的质地像被水泡了几千年，但从未腐烂，因为它被封在了缺氧的矿坑深处。经过后来的鉴定，那是一种橡木，而这些滑轨的搭建方式显示出相当的工程思维，它们被精心排列，用来承托和滑动这块巨大的铜石。6吨，就算是在今天，用机械设备搬这么一块东西也不简单。而那些古人只有石头和木头，现代矿工们惊呆了，他们发现这座新矿其实是一座古矿，而且到处都是前人开采的痕迹。在6吨铜石的上方矿坑壁面上，还能看到火烧过的黑色痕迹和冷水浇灌后留下的龟裂纹路。更离奇的是，在铜石附近，他们还找到了一些锻造过的小型铜工具的碎片，说明古人不仅在开采，还在现场进行初步加工。随后的勘探更加惊人，矿坑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漫山遍野，在基威诺半岛约200公里的范围内，从东北到西南绵延不断。考古学家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史前矿坑。根据19世纪的勘探报告，一位名叫里德尔的塔马拉克矿业公司工程师这样描述：在维多利亚矿区、旧明尼苏达矿区、洛克兰矿区，还有温诺纳矿区周围，到处都是古老的印第安铜矿坑，说有几千个，一点也不夸张。它们深入砾石和坚固岩石中，从几英尺到30英尺不等。仅在苏必略湖中的皇家岛上，就确认了超过4000个这样的矿坑。皇家岛你可能没听过，它是苏必略湖中最大的岛屿，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长约72公里，宽约14公里。冬天被厚厚的冰雪覆盖，夏天则是一片原始森林。今天是美国最偏远的国家公园之一。要去这座岛，你必须搭乘小型渡船，在苏必略湖上航行数小时。而苏必略湖被称为地球上最危险的水域之一，风暴可以在几分钟内掀起巨浪。而就是在这座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古人竟然跨越汪洋大水，挖了4000多个矿坑。他们是怎么过去的？独木舟。在风暴肆虐的苏必略湖上用独木舟，光是想到这个就令人头皮发麻。这些矿坑深度从1-2米到10米不等，内部有大量用火烧裂岩石的痕迹。原来古人的采矿方法是这样的，他们先在含铜的岩石旁边生一堆大火，把岩石烧得滚烫，有时要烧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夜，然后用冷水猛浇，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使岩石出现裂缝。接着
他们用带凹槽的石锤一下一下的敲，把铜从碎裂的基岩中剥离出来。有时候遇到特别坚硬的岩脉，他们就反复进行这个烧裂敲击的循环，一遍又一遍，直到铜块被完全取出。这些石锤是整个考古发现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每颗重达3到5公斤，有些甚至超过10公斤。石锤上刻有单条或双条的凹槽，那是用来绑绳索固定木柄的。有了木柄，就能像使用铁锤一样握持和挥动石锤。这种设计和现代铁匠使用的楔具形态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矿坑出土的石锤形态略有差异，有些只在一端有使用磨损痕迹，有些则两端都有。考古学家推测，不同的采矿团队可能偏好不同的工具设计，就像今天不同的工厂有不同的操作习惯一样。在这些矿坑周围，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木碗的残片，用来舀水排水，甚至还有用雪松树皮搭建的排水沟槽残迹。在某些矿坑中还出土了一种像凿子一样的小型铜工具，说明古人已经用铜来制造更精细的采矿工具，形成了一个工具制造工具的良性循环。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9000年前的夏天，一群人划着独木舟穿越冰冷的苏必略湖水面登上皇家岛。他们搭起用树皮和兽皮制成的临时营地，然后分组行动。有人负责在森林中伐木生火，有人负责往矿坑里搬运柴火，有人负责看管火堆等待岩石被烧透，有人负责舀水浇灌使岩石爆裂，有人负责用石锤一下一下敲击把铜取出来，还有人负责将取出的铜块搬运到湖边。这不是1个人2个人能干的事情，这是需要严密组织协调的团队作业。他们干了整个夏天，大约4个月，然后在冬天到来之前撤离岛屿，第2年再来。就这样年复一年，持续了数千年。有学者估算，在采矿高峰期，同时在岛上工作的人可能达到数百甚至上千。最初人们认为这些采矿活动大约发生在60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但2021年，夏威夷大学的地质学家庞佩尼带领团队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他们重新分析了53个与古铜矿相关的碳14测年数据，其中包括8个全新的样本，有些来自仍附着在铜制矛头上的木料和绳索。这些有机物被铜的氧化物封存了数千年，保存状态极好。有些来自古铜文化墓葬中与铜器一起出土的木炭和人骨。结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北美古铜文化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9500年前，而其鼎盛期在7000到5000年前。其中最古老的一件铜制品是在威斯康星州鹰湖旁发现的一枚锥形铜矛，头长约10厘米，制作精美呈完美的锥形，年龄约8500年。9500年前是什么概念？那是公元前7500年左右。此时苏美尔文明尚未诞生，古埃及还是一片分散的部落。世界上第一座城市耶利哥才刚刚出现不久，中国的仰韶文化要再过2000多年才出现，印度河文明更是要等到4000多年以后，就连英国的巨石阵也要在数千年后才开始修建。而在这个时间点上，北美5大湖区的某群人已经在系统性的开采金属并加工成精美的工具了。而且要注意这个时间点的历史背景，9500年前距离上一次冰河时期的结束才过去1-2千年。在那之前，整个5大湖区被厚达1-2公里的冰盖覆盖。当冰盖融化后，5大湖才逐渐形成。也就是说，最早的古铜开采者可能是冰盖退去后最先到达这片新露出的土地的人类之一。他们踏上了一片从未被人类踏足过的处女地，然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闪闪发光的铜块。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群刚从冰天雪地中走出来的狩猎采集者踏上一片崭新的大地，脚下的碎石中有些东西在阳光下闪耀，他们弯下腰捡起来，沉甸甸的，亮晶晶的，比他们见过的任何石头都不一样。这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金属的瞬间之一。而这群人做的下一件事决定了此后数千年的历史走向。他们没有把这块闪光的石头扔掉，而是开始琢磨怎么用它。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距今约12800年前，也就是比最早的古铜文化还要再早3000多年，地球经历了一场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的气候灾变。
这是一次持续了约1300年的急剧降温事件，全球气温骤降，冰川再次扩张。有一种颇具争议性的假说，认为这场灾变是由一次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引发的，叫做新仙女木撞击假说。也有研究者将这场灾变与柏拉图所说的亚特兰蒂斯毁灭联系起来，因为柏拉图说亚特兰蒂斯毁灭于公元前9600年，恰好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后不久。如果真有一个先进文明在新仙女木灾变中被摧毁，那五大湖的古铜开采会不会是灾变幸存者在新世界重建的最后一抹光芒？这个假说非常大胆，目前争议很大，但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框架，把五大湖的古铜文化与全球气候史和亚特兰蒂斯传说串联在了一起。说到全球的视角，让我们做一个有趣的比较。在古铜文化繁荣的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方在做什么？公元前5000年的苏美尔人正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建造最早的灌溉渠道霍尼砖城市。公元前4000年的古埃及人正在发展象形文字和准备建造最早的金字塔。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谷文明正在建设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样的规划城市。而在北美五大湖区，一群我们甚至不知道名字的狩猎采集者正在用石锤和篝火从大地中敲出闪闪发光的纯铜。他们没有文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自己；他们没有城市，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没有国王，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谁下令开采。但他们的采矿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没有任何中央集权组织的情况下，竟然能维持数千年，这本身就是人类组织能力的一个惊人谜题。如何在没有文字、没有法律、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让数百甚至数千人跨越数代人持续地从事同一项工业活动？答案也许藏在某种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理解的社会结构、信仰体系或者口头传统之中。庞佩尼博士的团队在论文中直接指出，这使得北美古铜文化成为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金属加工文化之一，其年代至少与中东地区的铜器加工同样古老，甚至可能更早。中东地区目前已知最古老的铜制品是一件距今约8700年的铜吊坠，而北美那只铜矛头的年龄是8500年，几乎并驾齐驱。但要知道，这只矛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而不是最早制造的，真正的起始时间一定更早。可是两者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中东的铜是冶炼出来的。什么叫冶炼？就是把含铜量仅 10% 到 15% 的矿石放进窑炉里加热到上千度，让铜从矿渣中分离出来。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化学技术革命，需要对火焰温度和化学反应有相当的理解。而北美五大湖的铜完全不同，它是天然的纯铜，纯度超过 95%， 有些接近 100%。这种铜不是从矿石中冶炼出来的，而是大自然直接送到你面前的礼物。你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发现它沉甸甸的，而且闪闪发光，那就是铜。为什么五大湖区会有这种全世界几乎绝无仅有的天然纯铜？这要追溯到10几亿年前的一场地质奇迹。大约在11亿年前，北美大陆正中央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裂谷事件，叫做基维诺裂谷，也叫做中大陆裂谷。当时北美板块试图从中间裂成两半，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这场未完成的大分裂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大量玄武岩浆从地壳深处喷涌而出，形成厚达数千米的火山岩层。当岩浆冷却时，富含铜的热液在这些岩层的裂隙和气孔中缓慢流动并结晶，就像热水中的糖分在冷却后结晶成冰糖一样。经过数亿年的时间，这些铜结晶长成了纯度极高的天然铜矿脉。然后冰河时期来了，巨大的冰川像一把上千米厚的刨子从北方缓慢推进，把覆盖在铜矿脉上面的岩层一层层刨去。冰川融化后，铜块被带到了地面的砾石层中，有些铜块就闪闪发光地躺在苏必略湖边的沙滩上，等着被人捡走。考古学家把这种铜叫做漂铜，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漂浮到地面上来的。还有些铜在湖水退去后，直接裸露在皇家岛海岸边的岩石表面上。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记录中写道，当地原住民在岛上旅行时，会留意地面上闪光的铜块和岩石中露出的铜矿脉。
他们可能并不是有计划的去勘探，而是在日常活动中偶然发现了这些宝藏，然后逐渐发展出系统性的开采活动。所以北美的古人不需要冶炼，他们用火烧岩石使其开裂，再用石锤敲打，就能直接取出一块块闪闪发光的纯铜。然后他们用加热、退火和冷锤锻打的方法，将铜块加工成各种工具和装饰品。这些铜器种类繁多，令人惊叹。有大型的矛头用于狩猎大型动物，有锋利的刀具用于切割兽皮和肉类，有沉重的斧头用于砍伐木材，有精巧的鱼钩和带倒刺的鱼叉用于捕鱼，有细长的锥子用于穿孔和缝制兽皮衣物，还有各种精美的首饰，包括手镯、吊坠和珠子。肯特州立大学的考古学家贝博尔甚至亲手用古人的方法复制了一批这样的铜器，证明了这些工艺的可行性和效果。他发现用退火法制造的铜刀确实可以非常锋利，足以切割兽皮和肉类。到这里为止，一切还算合理，对吧？石器时代的人发现了天然纯铜，学会加工，很正常。可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不正常了。问题出在数量上。20世纪初，采矿工程师德利尔和同事对基维诺半岛和皇家岛的史前矿坑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估算。他们根据矿坑的数量、深度和体积，推算出史前时期被开采的铜矿总量高达约15亿磅，也就是大约70万吨。即使取比较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50万吨。密尔沃基公立博物馆的记录中直接引用了这个数字。当然，有考古学家认为这个估算方法可能不够精确。密西根大学的马丁教授就指出，早期的研究者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侵蚀和地质变化对矿坑形态的影响。他认为真实的开采量可能低于这个数字，但即使把这个数字砍一半，甚至砍到1/3，那也是10几万吨的铜。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具体数字，而在于那些矿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里面空空如也，铜确实被取走了。好，就算是50万吨，那他们去了哪里？答案是不知道。考古学家们在整个北美大陆搜寻了超过100年，找到的古铜器加起来最多只能解释其中大约1%的量。北美各地确实出土了不少古铜器，从五大湖周边到俄亥俄河谷的霍普维尔文化遗址。霍普维尔人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建造了大量土丘墓葬，里面出土了精美的铜器。从大平原到墨西哥湾沿岸，甚至远至新英格兰地区，都有五大湖铜的踪影。怎么确认是五大湖的铜呢？因为五大湖的天然铜有一个独特的标记，在铜的基体中嵌有微小的天然银晶粒，这种半杂交铜是五大湖天然铜特有的指纹，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铜中几乎找不到。考古学家只要在显微镜下看到这种银粒包裹体，就能确认这块铜来自五大湖。所以通过这个方法，我们知道五大湖的铜确实被交易到了很远的地方，形成了覆盖半个北美大陆的贸易网络。但所有这些出土铜器的总重量与50万吨相比微乎其微，就好比你家里突然少了50万块钱，你在沙发垫下面找到了5000块，然后说找到了，不，剩下的49万5000在哪里？50万吨铜99%以上不翼而飞，没有大规模储存的证据，没有被埋藏的铜锭窖藏，没有沉入湖底的铜船，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考古学界著名的消失的铜之谜。2024年，庞佩尼博士的最新研究进一步坐实了大规模开采的事实。他的团队从皇家岛上2座小型内陆湖泊中提取沉积物岩芯，这些湖泊距离古代矿坑不远，他们测量了岩芯中不同深度的铅铜和钾含量。逻辑是这样的，古人在退火加工铜器时需要生火加热，篝火会将铜矿中微量的铅蒸发到空气中，这些铅微粒随风飘散，然后落入附近的湖泊沉积下来。同时，采矿过程中敲碎的岩石粉尘也会被风吹入湖中，所以湖泊沉积物中的铅和铜含量就是采矿活动的天然时间记录器。结果令人震惊，在距今约6500年前，这些湖泊沉积物中的铅和铜污染浓度急剧飙升，达到自然背景值的10倍以上，几乎是19世纪现代采矿污染的一半。钾含量同步升高，钾是木材燃烧后的产物，说明当时有大量篝火在燃烧。
这些数据完美对应了大规模的火烧采矿和退火加工活动。然后大约5500年前，这些污染信号突然消失，像被人用橡皮擦擦掉了一样干干净净。直到19世纪现代采矿恢复时，污染才再次出现，中间空白了整整5000多年。湖底的沉积物不会说谎，6000多年前五大湖区确实存在着一场持续了上千年的大规模铜矿开采活动。庞佩尼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让人深思的话，他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狩猎采集者不可能组织起大型的采矿行动，但湖泊沉积物的证据表明，在远古时代，他们的采矿规模已经大到可以在环境中留下可测量的污染痕迹。换句话说，我们一直以来对石器时代人类能力的认知可能从根本上就错了。那么这些铜到底去了哪里？让我们来看几种主要的理论。第一种理论是跨大西洋贸易说，这个理论认为铜被运到了大西洋彼岸，供给了青铜时代的地中海文明。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让我们耐心地看看时间线和证据链。北美古铜文化的鼎盛期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而地中海青铜时代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延续到公元前1200年。青铜是什么？是铜和锡的合金，通常的比例大约是 90% 的铜加上 10% 的锡。制造青铜需要大量的铜，当时地中海世界对铜的需求量极大，从尼罗河畔的埃及到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从克里特岛上的麦诺斯文明到希腊本土的迈锡尼文明，铜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没有铜就没有青铜，没有青铜就没有武器和工具，没有武器和工具就没有帝国。各大帝国之间的贸易网络错综复杂，我们怎么知道？因为1982年在土耳其海域发现了一艘震惊世界的沉船，叫做乌鲁布伦沉船，距今约3300年，船上装载着10吨铜锭、1吨锡锭，还有来自至少7个不同文明的奢侈品，包括象牙、黄金、琥珀、鸵鸟蛋壳、河马牙齿和各种珠宝。这艘船就是青铜时代国际贸易的活化石，而当时主要的铜矿来源是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这个名字本身就来源于拉丁语的铜，但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们认为考古记录中记载的地中海地区铜器总量远远超过塞浦路斯和安纳托利亚等已知铜矿区的产能。多出来的铜从哪里来？答案指向五大湖，那里有全世界纯度最高的天然铜，而且恰好在同一时期被大规模开采。更关键的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化学证据，欧洲出土的一些青铜时代铜器，其微量元素分析显示铜的纯度异常之高，衡量元素含量极低，与一般的欧洲冶炼铜完全不同。欧洲的铜是从含铜量 15% 左右的矿石中冶炼出来的，必然会带有大量的砷、铅、锡等杂质，而五大湖的天然铜纯度超过 99%， 杂质含量极低。有报告提到，在英国康沃尔地区一处巨石阵附近发现的一枚铜箭头，送到大英博物馆鉴定后，竟然发现了五大湖天然铜特有的银粒包裹体。如果这个鉴定是准确的，那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数千年前，有人把五大湖的铜带到了英国。但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时间上的巧合。北美的古铜开采活动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突然停止，矿坑被废弃，工具被丢在原地，就好像矿工们在某一天下班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同一时期发生了什么？青铜时代大崩溃，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最神秘的文明崩塌事件之一。在公元前1200年到前1150年的短短几十年间，东地中海几乎所有的主要文明都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崩溃。迈锡尼文明覆灭了，那些建造了特洛伊战争史诗中宏伟宫殿的希腊人一夜之间回到了茅草屋时代，他们的文字系统现行文字币消失了。西台帝国解体了，那个与埃及争霸数百年的安纳托利亚超级大国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乌加里特城被摧毁，至今还能看到那座繁华港口城市毁灭时留下的焦黑废墟。一群被称为海上民族的神秘入侵者在地中海沿岸到处劫掠，连强大的埃及帝国也被打得摇摇欲坠。古气候数据显示，那段时期
东地中海经历了严重的长期干旱，地震频发，贸易网络全面瓦解。历史学家至今争论不休，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场大崩溃？是干旱？是地震？是海上民族的入侵？是内部叛乱？还是所有因素的叠加？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是明确的。地中海的青铜文明崩溃了，对铜的需求一夜蒸发，而同一时间，北美的采矿也停止了。如果铜真的是从北美运往地中海的，那么当买家不复存在时，卖家自然也就歇业了。这是巧合吗？支持跨大西洋贸易理论的人还提出了一些间接证据。在安大略省的彼得伯勒有一片面积约18米乘30米的巨大石灰岩，上面刻满了数百个岩画，有些被解读为大型航海船只的图案，有些被认为描绘了在海上追逐海豚的场景。在基维诺半岛尖端的铜港附近也发现了一幅帆船岩刻。当地原住民的传说中提到，采矿是由一群金发的海上来客进行的。在一些矿坑中，甚至发现了一个用海象皮制成的袋子——海象。离五大湖最近的海象栖息地在北大西洋。更离奇的是，基因证据在苏必略湖附近的奥吉布瓦族和奇佩瓦族原住民中发现了一种叫做单倍群 X 的线粒体遗传标记。这个标记在美洲原住民中极为罕见，但在地中海东部的居民中相当常见，尤其是在克里特岛上，也就是麦诺斯文明的发源地。通过分析基因突变的程度，科学家推断这个标记被引入北美原住民群体的时间恰好与古铜开采的高峰期重合。如果麦诺斯人真的派遣了船队横渡大西洋，那么他们与当地原住民长期密切接触，会自然地留下基因的痕迹。不过我必须反复强调，主流考古学界对这个理论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密尔沃基公立博物馆明确指出，将古铜开采归功于外来文明的各种理论，目前都缺乏确凿的考古证据。没有在五大湖地区发现任何地中海风格的建筑，没有发现跨大西洋航行的沉船残骸，没有地中海陶器碎片，而且单倍群 X 的分布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释。所以这个理论虽然极具想象力，但目前仍然停留在假说阶段。第二种理论认为，铜通过北美本土的贸易网络分散消耗。考古证据确实显示，五大湖的铜被交易到了遥远的地方。到了大约公元前1500年，铜的用途从实用工具逐渐转变为装饰品和身份象征。这可能意味着，随着社会等级的出现，铜从日常生产资料变成了权力和地位的符号。但即便算上数千年的贸易腐蚀和回收，利用50万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无法解释的数字。第三种理论最大胆，亚特兰蒂斯。公元前约360年，柏拉图在2篇对话录中描述了一座被大海吞噬的伟大文明。故事的传承链是这样的：雅典政治家梭伦在公元前约590年游历埃及时，从塞伊斯城的祭司口中听说了这段历史。祭司告诉梭伦，在他们之前9000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9600年，有一座位于海克利斯之柱以外的伟大岛屿文明，在一场灾难中沉入海底。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的描述非常具体，城市建在一片平原上，周围环绕着山脉，同心圆状的水渠和陆地环组成了复杂的城市结构，水渠之间有隧道连接，方便船只穿行。他们有强大的海军控制着周边海域的贸易路线，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柏拉图提到亚特兰蒂斯盛产一种叫做奥利哈钢的神秘金属。奥利哈钢是什么？在希腊语中意思是山之铜。柏拉图说，它价值仅次于黄金，从亚特兰蒂斯的大地中被大量开采，城墙闪耀着它的火红光芒。波塞冬神庙的内部到处都是这种金属。2015年和2016年在西西里岛海底沉船中发现的86块古代金属定金分析后，成分为大约 75% 到 80% 的铜，加上 15% 到 20% 的锌，以及少量镍铅和铁，本质上就是一种以铜为主的黄铜合金。所以柏拉图笔下亚特兰蒂斯最重要的资源是一种以铜为核心的金属，而五大湖区是全世界天然纯铜最富集的地方。亚特兰蒂斯据说毁灭于公元前9600年，五大湖古铜开采最早追溯到9500年前，两个时间节点几乎完美重叠。柏拉图说，亚特兰蒂斯位于海克利斯之柱以外，也就是大西洋中，从它可以到达
对面的大陆。如果亚特兰蒂斯真的与北美有某种关联，那五大湖的古铜矿区是不是就是柏拉图笔下那片产出奥利哈钢的大地？当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亚特兰蒂斯纯属柏拉图的文学虚构，目的是阐述他的政治哲学理想。柏拉图想说的是，一个曾经伟大的文明因为堕落和贪婪而被毁灭，以此警告当时的雅典人。但历史上也有过太多曾经被认为是纯属虚构的古老传说，最后被考古发现证实的案例。荷马的特洛伊城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好了，3种理论都说完了，但不管你相信哪一种，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那就是这场持续了数千年的大规模采矿为什么会突然停止？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在很多矿坑中，工具被原地丢弃，铜块被敲到一半就扔在那里，篝火的灰烬还残留在矿坑边，一切看起来就像是矿工们在某一天结束工作后离开了，然后再也没有回来。有人描述说，这简直就像他们出去吃了个午饭，就再也没有回来，没有逐渐衰退的迹象，没有慢慢减少的过程，就是突然停止了。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历史上其他突然中断的文明活动，比如复活节岛上巨大的摩艾石像，有些被雕刻到一半就被永久地留在了采石场里，比如古埃及某些未完工的方尖碑，至今仍躺在阿斯旺的花岗岩采石场中。每当一个文明遭遇某种灾变，无论是战争、饥荒还是瘟疫，它的大型工程项目往往就是第一个被放弃的。那么五大湖区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青铜时代大崩溃的可能联系之外，考古学家还注意到北美本身在那个时期也经历了显著的气候变化。有证据表明，大约在那个时期，五大湖区的气候变得更加寒冷和干燥，这可能影响了依赖温暖夏季进行采矿的狩猎采集社会。湖泊沉积物中的花粉分析显示植被类型发生了变化，暗示气温下降。也许是气候变化让采矿变得不再可行，也许是某种我们不知道的社会变革改变了铜的需求，也许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打断了世代相传的采矿传统，我们不知道。不过有一个有趣的考古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铜文化的社会面貌。在威斯康辛州东北部有一个叫做铜文化州立公园的地方。1952年，一个13岁的男孩在一个旧采石场里玩耍时意外挖出了人类骨骼，随后的考古发掘揭示了一片古铜文化时期的墓葬群，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铜器陪葬品，包括矛头、刀具和装饰品，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墓葬的方式。早期的墓葬显示出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几乎每个墓中都有铜器陪葬品，不论死者的性别和年龄。这说明在古铜文化的早期，铜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资源，而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品。但到了后期，大约公元前1500年到前1000年，铜器的类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实用的铜工具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装饰性铜器，铜珠子、铜手镯、铜吊坠成为主流。同时，某些墓葬中的铜器数量明显多于其他人，这暗示社会开始出现等级分化，铜从生产工具变成了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考古学家认为，这个转变可能反映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当铜是工具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它，就像今天每个人都需要手机一样。但当它变成身份象征的时候，拥有它就变成了一种特权。也许正是这种社会变革改变了对大规模采矿的需求。当铜不再被用来做矛头和斧头，而是被用来做首饰和权杖时，你还需要50万吨吗？显然不需要了。所以，也许采矿的停止不是因为某场灾变，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对铜的定义和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这个解释有一个漏洞。如果铜只是从工具变成了首饰，那铜的总量应该还在，对吧？不管是做成斧头还是做成手镯，铜本身不会消失，它还是那50万吨。可在考古记录中，我们就是找不到它。所以，无论社会如何变革，消失的铜之谜仍然没有被解开。说到这里，我还想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古铜文化的人最终没有发明冶炼技术？他们明明已经掌握了退火和锻造，已经知道火可以改变金属的性质。再往前一步，
就是冶炼了，但他们偏偏停在了那一步之前。19世纪的考古学家在一份报告中就感到困惑，他们写道，很奇怪，他们竟然没有发现熔炼铜的方法。铜在普通的木柴火中就可以很容易的被融化，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他们这样做的证据。为什么？也许答案很简单，他们不需要。五大湖的天然铜纯度已经高达 99%， 不需要冶炼提纯，他们用锤子就能把它敲成任何想要的形状。既然直接用就行了，为什么要费力去研究冶炼？这就像你家门口有一棵结满苹果的大树，你不太可能花精力去研究种植技术一样。有时候太容易得到的资源反而会抑制技术的进步。大自然慷慨地把纯铜放在了他们面前，也许正是这份慷慨让他们永远停留在了金属加工的第一步。而世界的另一边，中东的古人面对的是含铜量只有 15% 的矿石，他们不得不想办法把铜从杂质中分离出来。穷则思变，他们因此发明了冶炼技术，从铜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最终进入铁器时代，每一步都是被逼出来的。这真是历史最深刻的讽刺之一。最先触碰金属的人，反而在金属技术的道路上走得最短。另一件让人浮想联翩的事情是，在1882年，美国前国会议员伊格内修斯·唐纳利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叫做《亚特兰蒂斯：大洪水前的世界》。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说，认为亚特兰蒂斯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先进文明，它的移民散布到了古代欧洲、非洲和美洲各地。他的英雄故事启发了希腊、印度和北欧的神话。唐纳利特别提到了北美的古铜矿区，他认为五大湖的大规模采铜活动是亚特兰蒂斯文明向美洲扩张的证据。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开启了长达100多年的寻找亚特兰蒂斯热潮。虽然现代学术界普遍认为唐纳利的理论缺乏实证基础，但他提出的那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被完全回答。事实上，在过去100多年里，世界各地不断有人试图将亚特兰蒂斯与某个真实的考古遗址联系起来。有人说亚特兰蒂斯就是被火山摧毁的希腊圣托里尼岛，有人说它在西班牙南部的沼泽地带，有人说在巴哈马海底的比米尼公路就是亚特兰蒂斯的遗迹，甚至有人说它在南极洲冰盖之下。但五大湖的古铜矿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它不是靠地质地貌的相似性来匹配柏拉图的描述，而是通过一种具体的金属、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和一个至今无法解释的考古谜团来建立联系，这让他在所有的亚特兰蒂斯候选地点中独树一帜。当然，我要最后再说一次，目前没有任何确凿的考古证据能够证明亚特兰蒂斯与五大湖古铜矿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这仍然是一个假说，是一个猜想，是一个等待被证实或证伪的谜题。但正是这种未知，让这个故事如此迷人。让我们退一步回到考古学的硬证据，无论亚特兰蒂斯是否存在，无论铜是否被运过大西洋，有些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在距今9500年到3000年前，北美五大湖区存在着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金属开采活动。开采者用最原始的工具完成了需要组织协调的工业行为。他们是狩猎采集者，不是帝国的臣民。他们没有文字，没有城市，没有留下任何解释他们是谁的直接证据，他们只留下了空荡荡的矿坑和散落的石锤。然后在某一天，他们停止了一切，默默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当地原住民对铜有着深深的敬畏。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记载中提到，苏必略湖畔的部落将天然铜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圣物，他们小心翼翼地用布包裹铜块，放在药袋里，代代相传。据说这些铜块有护佑的力量，也许在他们的口头传统中还保留着关于那段伟大采矿岁月的模糊记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记忆已经变成了神话和传说，融入了他们的信仰体系，再也无法被还原为历史事实。但这些古人做到的事情本身就足够惊人了，不需要亚特兰蒂斯，不需要外星人，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解释。一群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靠着最简陋的工具和最坚韧的意志，在全世界最危险的湖泊中、最荒凉的岛屿上，完成了一项跨越数千年的工业壮举。他们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属加工传统之一，他们建立了覆盖半个大陆的贸易网络，
他们做到了这一切，却没有留下一个字，没有为自己立一座碑。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震撼。最后，让我们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审视这个谜团。在9000多年前的某个清晨，一群我们至今不知道名字的人划着独木舟，穿过苏必略湖的冰冷水面，到达皇家岛。他们点起篝火，举起石锤，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属开采活动之一。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和最顽强的意志，完成了一件连我们现代人都难以置信的壮举。想一想这里面的勇气。苏必略湖是北美洲最大的淡水湖，面积超过8万平方公里，比整个台湾岛都大得多。湖面上的风暴可以在几分钟内掀起6米高的巨浪。即使在今天，现代船只在苏必略湖上也经常遭遇危险。而9000年前的那群人用的是用整根树干掏空制成的独木舟，他们就是划着这样的独木舟，在波涛汹涌的湖面上往返于大陆和皇家岛之间，搬运着沉重的铜块和笨重的石锤，一趟又一趟，一年又一年。他们之中一定有人在这些航行中永远消失在了冰冷的湖水里，但幸存者第2年还是会再来。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是对那种闪闪发光的金属的渴望？是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信仰？还是某种比个人生死更重要的使命感？而他们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那些空空如也的矿坑，湖底沉积物中微弱的铅信号，和一个流传了2400年的古希腊故事。1848年的那一天，当一个现代矿工的铁镐敲穿了时间的壁垒，露出了那块被放在橡木滑轨上的6吨铜石时，2个相隔数千年的世界忽然面对面了。那块铜石至今沉默不语，它在等一个答案。50万吨铜到底去了哪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找到最终的答案，也许那个答案比亚特兰蒂斯更加惊人，也许石器时代的人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更有组织，更有野心。也许真正的谜团不是铜去了哪里，而是我们到底低估了自己的祖先多少。我们也在等那个最终的答案。